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。我的频道呢是关于种菜经验分享的。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呢是2022年的9月18号，我这里呢是加拿大的温哥华。现在呢我们这里的气温已经开始降低了。那现在刚刚9月中旬，我们这里的夜晚平均温度基本上在10度上下了，其实晚上已经挺冷的了。那我菜地里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喜热的蔬菜，我已经逐步的把它们拉秧了。就比如说我身后的这片茄子地，这一大片茄子，以前结了很多，那我全部都已经把它们全都拉秧了。然后呢，现在还有一些西红柿啊，还挂在上面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呢，我主要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今年种的这个冬瓜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种冬瓜的这个整个这个历程，给您做一个参考。这个冬瓜呢，种过的朋友都知道，它是一种喜热的蔬菜。那么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呢，是属于那种夏天的那种zone 2、zone 2，就是呢，它夏天不是那么热。在我这种地方，我都能用最少的地，用最省事儿的办法，尽量种出更多的冬瓜。那么您看了之后呢，我相信应该能够种的比我更好、更多才对。那今年呢，我们其实和往年一样，我们种了3种冬瓜。我们种冬瓜呢，都是为了省事儿，让它在地上爬的，并没有呢让它给专门搭那个冬瓜的架子。我们有爬藤架，但是是用来爬别的蔬菜的。那么冬瓜呢，是全躺在地上长的，包括今年那个小冬瓜、毛瓜也是躺在地上长的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走近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呢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有的朋友呢一直以为种冬瓜是需要搭爬藤架的，其实呢不是这样的。冬瓜呢，咱们就让它躺在地上长就行了。像我们家的这个爬藤架呢，是最简易的，也最便宜的，花的钱最少，也非常好组装，就是去超市你买几根这种最便宜的木棍儿，然后钉在下面的这个你已经有的这个木板上面。然后我们家这个架子呢，它确实是有点歪，从去年建的时候呢，我跟大家做过视频，那个时候呢，它其实就有点歪，因为它下面那个木板呢就不太正。然后呢，这不种了2年的菜之后呢，它还是这么歪，就是它没有说更歪，所以呢其实还是挺结实的。我们当初搭这个架子呢，也不是为了种冬瓜、南瓜这种比较重的那种瓜用的。因为你知道夏天的话呢，很多喜热蔬菜呢都是需要爬藤的，像豆角啊，像黄瓜呀，像那个苦瓜、丝瓜之类的，对吧？你的架子根本就不够用，所以这个架子呢是简易架呢就是用来种那些比较轻的瓜。比如说今年的话，我们就用它来种那个丝瓜，还有苦瓜。是比较合适的。那旁边呢，当然还有一些葫芦是种在这个侧面的。这个架子上面唯一比较重呢，就是今年的这个坎瓜。这个坎瓜呢，它长得非常巨大，然后它也是在侧面的，所以呢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这个架子的话，我觉得话，如果你要是种一些小毛瓜、小冬瓜的话，应该也是没问题的。比如说，就看我这个爬藤架子侧面，现在就已经有一些小西红柿了，都准备收了，就这几天，马上过2天那个刮风下雨之后呢，这些就都收了。然后现在看一下这些冬瓜，有的朋友就比较担心这个冬瓜躺在地上种的话，会不会招引来小动物之类的？我跟您说啊，不会的。为什么呢？这冬瓜上面全是刺，这个刺还挺硬的，用手摸着都扎手，就是你收的时候需要戴手套那种。看这个绿色的这个冬瓜，这个刺就更硬了，所以这个小动物什么老鼠啊、兔子啊什么之类的，它没法下嘴，太硬了。所以这个冬瓜躺在地上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看这个它是种在土里的，然后结完的冬瓜呢，你可以让它躺在这个石头地上都完全没有问题。其实呢，就这么一小片地啊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你可以看到的这些露出来的冬瓜就有8个。1、2，看那边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8个大冬瓜啊，咱们可以储存到，甚至到明年春天、夏天都可以慢慢吃，放在车库里面就行了。
然后这个种冬瓜有最大的一个好处呢，是它没有虫害，也没有病害，像什么白粉病啊，是吧，都没有。一般瓜类不都挺喜欢得白粉病的吗？这冬瓜就没有，而且呢，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蚜虫啊，什么菜粉蝶呀、菜青虫啊都没有。所以说这个冬瓜呢，其实是非常好管理、好种植的，就特别适合于那种刚刚接触种菜的那个新种菜的朋友。之前呢，就有朋友以为说温哥华这个夏天温度不够高，所以这个冬瓜呢可能种不太好。那给您看看我今年就这个随便种的这个冬瓜能长得有多大。这个可能你这个视频里面看不太出来，其实这个冬瓜从这个头到这个头大概是70厘米左右，非常的大了已经。这上面这个刺真的挺扎手的。然后比它稍微小一点的那面都是挺大的，其实都非常长了已经。这个也是接了这么多的冬瓜啊，我之前还收了一个，其实一共是9个，我只用了大概1个平方米的这个地，种了大概5、6颗左右。那个大的呢是1颗上面接的，然后这面有稍微小的有2个呢，它是这2个是1颗接的。所以呢，您看这个产量，您说自己家吃够不够？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一小片地里呢，其实是毛瓜。那这个毛瓜呢，其实也是有很多品种的。像我们去年种的那种毛瓜呢，就是大毛瓜。那今年种的这个毛瓜呢，是小毛瓜。你看它挺可爱的哈。我们已经收过一些了，已经采收过一些了。现在这个毛茸茸的，还有点扎手的。那这个毛瓜呢，产量非常的高，它一颗呢能少说能结10几个，就在温哥华这么冷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当然这个毛瓜它不是小吗？您可以让它爬架子，像我今年呢也没爬，就让它在地上长，也完全可以的。看那边还有这个花呢，产量非常的高，它比冬瓜产量要高很多，因为它小嘛。想要冬瓜长得又大又好，那么这个修剪其实挺重要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最大的70厘米长的这个大冬瓜啊，我是怎么修剪的。它这一颗上面啊，这个是它的主蔓，它的主蔓已经早早的就被掐掉了。当然是在这个冬瓜，不管是主蔓还是侧蔓吧，您要看它先授粉成功了，这个小瓜呀，在逐渐长大之后再去修剪它。那么我这个瓜呢，其实是在侧蔓上面长的这个最大的冬瓜，所以我看它长起来之后呢，我就把这个主蔓这个头给剪掉了。你可以看到这根是不是？这根过去，那个最大的冬瓜是在侧蔓上面的，从这儿是侧蔓上面的。然后它同时呢，除了这个主蔓这个头剪掉了之后呢，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侧蔓，我都后来都给剪掉了。所以就营养只供给这么一条线到那儿去。然后这个瓜在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呢，它前面这个给它留5、6片叶子，然后在头这儿给它打顶，所以呢，就所有营养都在这一个瓜上，所以这个瓜才能长得又大又好。像这个大冬瓜呢，它的生长期是比较长的，至少要在4个月左右。像刚才那个小毛瓜呢，它基本上2个月就可以收获了，所以小毛瓜种植起来是比大冬瓜要简单的多呢。像这个大冬瓜呢，我大概是在5月份的5月下旬的时候，我把它移栽出来的。当时呢，好像也跟大家做过视频。那现在呢，4个多月过去了，它现在在逐渐长大，它没有长到完全成熟，采收了也是可以吃的。像这个冬瓜的关于肥料的话呢，在它生长初期开始长叶子的时候呢，给它少量施一些氮肥为主的肥料。那看到它这个果实开始膨大的时候，开花了，然后开始果实慢慢长大的时候呢，就主要以磷钾肥为主，氮肥为辅。那么我呢是大概每2、3个星期施加一次肥料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听完了刚才的介绍呢，那您是不是觉得种冬瓜其实非常的简单？那再补充2点呢，就是这个土壤的这个底肥一定要充足。那您可以去购买那种新鲜的堆肥土，或者自制一些堆肥土，或者呢事先往土里面加入一些肥料。
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你要选择一个阳光非常充足的这个种冬瓜的地点，每天呢至少要到6个小时以上的光照，就是要全日照。那好了，那最后呢，我也收了一些我们家种的这些5颜6色的番茄，因为再不收的话呢，成熟的番茄就很容易被蜂鸟给先吃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先抢收了。好了，希望今天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